您从未离开过战场。狗力社稷，死生已知。你如果能读懂这句话，你就会明白我的选择。爸爸，我刚才看了今天的《中央日报》，从四川北上的共产党已经过了会宁。会宁之后再无悬念。何部长在会上讲，委员长有意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共司令部。做好第6次围剿的准备吧。华珍在上海的事情办完了吗？哦，上回听他说假期结束之前肯定能回来。他还在打听窦明远的事情吗？没有。怎么了，爸爸？这两天会有关于邓明远的党内通报。华珍如果问起，你就推说不知道。海军部已经查实，邓明远和当年那种关于围剿共产党的泄密案有关。如果不是那次泄密，我们第4次围剿或许已经成功了。何至于今日今时？连小学生们都在呐喊申请抗日，我们却要做第6次围剿的准备。我听说中央军人监狱已经派人去了上海，要把邓押解回南京，但是最后怎么判的还没有正式结果。现在已经有了。国部长亲自电令淞沪警备司令部，押解南京，即刻枪决。先生，是您找我？您好，我是孟先生和孟太太的朋友，有件东西想拜托您转交给一位年轻人。今天我见到了我的老师，他对我说，如果我能读得懂“苟利社稷，死生已知”这句话，
就能明白他的选择。他不会无缘无故提到这句话的。你的老师认识我的爸爸妈妈？对，他就是托我来上海，给你们送船票的人。请问是华真华先生吗？是我。请进。华先生，有位先生留了话，让我一定亲手把一封信交给您。稍等一下啊。华先生，就是这封信。是什么人？我也不认识，他只是说自己是孟先生和孟太太的朋友。张老师，张老师，我的字写完了，你快看我写的。好，失陪啊。华珍，我知道你一定会很快找到这里，所以给你留了这封信。很抱歉，终究还是影响到你的人生。我欠你对整件事情的解释，但我想，以我现在的处境，大概没有机会亲口告诉你这些了。希望这封信能够解开你所有的疑惑。5年前，东北3省沦陷，民族救亡势在必行。上海一对姓孟的夫妇，联合沪上数10位爱国商人，结成同盟，秘密支援北方抗日力量。在这之后的几年时间里，他们倾其所有，不仅为北方战场筹钱筹物，更收留了那些父母在战场上牺牲的孩子。那对夫妇就是多慈的父母。放在汇丰银行保险柜里的是多慈父母生前最后一次筹集的资金。在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那笔资金也应该开始运转了。你听说过伊斯克拉吗？在俄语里，它代表星火。我给这次行动取名为伊斯克拉，因为那些孩子是英雄的后代，也是未来的星星之火。我在联络册上记下了452个名字，都是父母因抗日而牺牲的孩子。记录他们每一个人的信息，为的是让他们永远不遗忘自己的身份。有人在保护他们，有人在抚养他们，还有人从未出现在他们成长的路上，却在影响他们一生。
也许将来联络册上还会记下更多的名字，但只要星火不灭，民族就有希望。狗力社稷，死生意志。愿你终有一天能够明白我的选择。远山哥哥，我真的很想我的爸爸妈妈。就是了。你的父母，我的老师，还有他们的同志，他们都是真正的英雄。小妹妹，这颗星星送给你。谢谢你，不客气。组织派人和陈浩同志接上了线，他已经接替您，成为第5卫037。这个代号不会消失，伊斯克拉计划也会继续执行下去。不到胜利的那一天，这个计划永远不会中断。这是党和组织的承诺。再不吃命就脱了。
おい。何をするつもりだ。君は一人で帰るといい。俺は残る。俺らはもう引き渡しを言い渡された。銀行の金を手に入れて隠れた子供たちを見つけるまでは僕は帰らないぞ。我跟你交过手，你也是军人，对不对？如果你也是军人，你应该清楚，中国的问题已经不可能和平解决，战争是唯一的出路。我知道你们的人已经拿走了银行里的那笔钱，就算你能保护那些小孩，也没用。在你们沿海的每一个工业点，通往内陆的每一条新铁路，一切都已经被标注在地图上。只要我们的陆海军开始行动，10日之内就可以长驱直入。伊斯克拉计划的小孩，我们迟早会找到。你救走的蒙多兹，他们谁也别想逃掉。引渡是最后底线，你不该下船。
注定化作海底的土壤，就让灵魂归于海浪。如果注定交换生命的重量，听那海风为谁而伤，告诉我胸口跳动着。之前我跟你提过，我的老师邓明远，今天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被执行了枪决，因为他是共产党。这是他留给我的最后一封信。告诉我海平面闪耀着什么？渺小的、火红的、燃烧的执着。如果身影注定消失在那片海的尽头，这一生若不朽，交换万物自由。如果注定化作海底的土壤，就让灵魂归于海浪。如果注定交换生命的重量，就让海风为你而上，告诉我这件事应该画上句号。闪耀着什么？接下来有什么打算？这趟来上海之前，我的人生轨迹从来没有被外力改变过，因此我也从来没有感受到生活本身。现在我才渐渐发现，也许我的轨迹已经变了，也许所有人的轨迹都注定被改变。谁知道？是呀，谁知道呢？回家吧，你离开家太久了。如果注定化作海底的土壤，回去吧。就让灵魂归于海浪。如果注定交换生命的重量，我愿化作海洋之火。找到高木君了吗？在江边找到了，身上中了2枪，几近身亡。冯科长正在寻找目击者，恐怕还需要点时间。恐怕要成为无头案了吧？您放心，我们一定尽全力缉拿凶手。银行保险柜里的钱也已经被人取走了，完了。孟家夫妇和共产党，绝不仅仅是让那些孩子吃饱饭那么简单。您担心的那些孩子，
其实不过区几百人，他们现在还都是白纸一张，就算是再过个3年5年，也未必能形成威胁吧。戦争として最も怖いことは何か知ってるか？知道战争中最可怕的是什么吗？不是你们在沿海的工业店，也不是越来越多通往内地的铁路。中国的实力并不全在那里。这片土地是原始的，它的根在泥土里，只要下雨、出太阳，稻谷就会生长。这也是这个民族难以消亡的原因。您说，那个李健，到底对我们是什么态度？你指他最后那番话？是啊，什么谷物就会生长，难以消亡。他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啊？难道一边打，还要一边夸？衣兜里只有野心，没有道德的人，说这些话，不过是因为没有3、5天灭掉你，恨得牙痒痒罢了。要是真的以为他在赞美你，或者敬仰你，那就太天真了。可是我们给日本人做事，难道不用搞好关系吗？我要的是累积资本，关系能勉强相互尊重就够了。副局长，反正我就跟着你，那些太过复杂的问题我懒得去想。管云，坐。高木环被杀的这件事儿，看得出来，李健还是很介意。这件事情我确实大意了，可是他也不应该瞒着我们自己下船，他真当自己有3头6臂吗？现在还是一点线索都没有吗？我问过码头巡警了，有人听见过仓库方向的枪声，可是他们赶到的时候就没有人了。目前还没有找到目击者，也没有找到凶器。不过，我觉得可能性最大的是跟孟多慈一起住在公寓的那个人。我看过登记簿，名字叫华珍。叫华什么？华珍，穆珍珍。哎呀，冯科长，你如果早一点告诉我这事儿，事情也不至于变成现在这样。我不太明白您的意思。别再指引的话真了，你要把精力放在眼下救国会的那个记者身上。他拍到了不该拍到的照片，这件事远比孟家的案子棘手。那个记者已经在我们手上了，照片也找到了，只不过暂时还没有拿到底片。一个文弱记者而已，你撬不开他的嘴？已经打得死去活来好几次了，他不肯说，我都怕把他给打死，所以我只能先关着。但是他有个老婆，现在应该是听到风声躲起来了，我已经安排人去找了。您放心，我总有办法让他交出底片。孟家的事，李健没有过多计较，就是因为我们身上的这身警服还有价值，自己心里要有数。至于华珍，他的事儿，你就别再插手了。那不查了？
别说你，我也未必能查他。你就当他是孙猴子，如果没有如来佛把他压倒在五指山下的本事，就别再插手他的事。否则最后倒霉的还是你和我。这件事儿，以后你会明白的。另外，你手下4所的那个小队长叫什么？陈浩。对，陈浩，他的停职处分也撤销了吧？他也是孙猴子。工农局警务处给总局来了封信，感谢陈浩协助他们抓捕凶手。局长也想借此机会缓解一下和洋人之间的关系。站在我的位置，也不想把事情复杂化。到此为止吧。队长，前面就是张润金在上海的藏身处，我们的侦察队员已经上去了。有什么新发现吗？对不起，还没有。来啦！你好，请问是张润金的家吗？是，他刚出去。我这里有张先生的信。啊，就搁这吧，他一会儿会来拿的。好嘞。哎，谢谢你啊。广州租房子，广州，你好好看看，好好看看张润金收到的这封信。里面那个房东说，张润金1个月之前就在广州租了房子，还付了1年的租金，可直到现在都没有人租进。您是怀疑这房子和华珍有关？张润金离开广州这么久了，他不会随随便便租房子，是不是和华珍有关系？我不确定，但我敢确定，一定跟共产党要走的事有关。进来。队长，去广州的船票买好。太好了，走，我们去趟广州。老张自己怎么没来呀？他在上海忙生意，走不开，这不托我帮他处理一下。哎，这里啊，他给了我1年的房租，说是帮朋友租的啊，但是都1个月了，一直没人来住。哎，你知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这他倒没说呀。您知道他租给什么朋友了吗？只知道是一对带孩子的夫妻，哦，还有一个20来岁的年轻人。哦，说是从外地过来广州定居。老张是我远房亲戚，那我肯定信他的嘛，就没多问。
哎呀，今天这锁怎么回事？不着急，不着急。老张说啊，里面有些东西，托我帮他取一下。好，哎，可以了，可以了。来，进来，进来。哎，请进，请进。哎呀，这老张一直没过来住，我也没打扫卫生，这灰有点大，别介意啊。这老张，住的条件还不错啊。哎呀，那是啊。哎呀，其实啊，我呢收了人家房租，人家什么时候来住，我也不用多管。但是刚好我这里啊出了一点点状况。整片大地充满光明，又怎会期盼闪耀的星？藏些许微光，人间流浪，写温柔的诗，清风吟唱，满天散落的星辉，无言把彼此路照亮，盼每颗心都无恙，别怕，也不会太长。他走过彷徨，前往远方，踏着月光寻找方向，风吹散孤单，又吹来无常，夜终将过去，黎明又明朗，满天散落的星辉，无言把彼此路照亮，盼每颗心都无恙，别怕，也不会太长，别怕，也不会太长。